只需要坐着动动手指就能不愁吃喝的兼职是多少人的梦想？蓝胖子还真能介绍这种工作，前提只有一个，你不是人。电视台在石麻深山拍到的传说中的雪男背影照片，为什么会在小夫手上？问都不用问，就知道是我的爸爸有一个朋友系列。眼看大雄没有被唬到，小夫又用了喜闻乐见的激将法。大雄为了不把牛皮吹破，只能找蓝胖子把大家带到了石麻深山。小伙伴们都觉得这个风水宝地肯定有雪男，蓝胖子懒得跟他们玩过家家，只想安静的当个吃货，却突然被两个大叔激情连拍。他们居然把蓝胖子当成了雪男，还说他长得像狸猫，真是把蓝胖子的雷点都踩爆了。找雪男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雄本来还挺有干劲儿的，但一想到雪男的样子就越来越怕。还有猴子来串场，把大雄吓得连滚带爬吱哇乱叫。重头戏来了，一群人都喊着看到了雪男，小伙伴们连忙赶过去，在对面山上果然有个雪男，捶胸顿足了好一会儿之后就走了。别人过不去山谷，我们的主角团可是有万能的蓝胖子啊！大家带上竹蜻蜓追了上去，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大雄走着走着踩到了不少白骨。雪男难道还会吃人吗？正当大家陷入恐怖幻想时，雪男来了，只好躲在石头后面。谁知雪男竟直接摘下了头，这把孩子们吓得，眼看假扮雪男暴露了，只能先逃了。胖虎和小夫二话不说就出发去电视台，准备揭露真相。既然这个是假的，大雄决定去喜马拉雅山找真正的雪男。要么说人家大雄就是在奇怪的地方怄气爆棚，刚出任意门就遭受了洗面奶攻击，能如此波涛汹涌的也只有雪男了。吓得失智的大雄和蓝胖子连带着竹蜻蜓都忘了，只管撒丫子逃命。人是没被吃，任意门可惨了。蓝胖子吃了翻译魔芋后和雪男沟通，才知道他只是太饿了，没有吃门的爱好，实在没办法，蓝胖子只好献祭出心爱的铜锣烧。雪男吃下之后的反应，看到蓝胖子还以为他生气了，其实人家只是长得比较凶恶，不知道如何表达吃到美味的喜悦而已。关键时刻，大雄的相机居然丢在了刚才的山洞里，他只好让雪男先等着。雪男可管不了那么多，穿过任意门逃到了石麻深山里。找雪男的时候，蓝胖子他们发现了刚才假扮雪男的大叔和同伴，问了之后才知道，这个大叔原本是演狒狒的，结果在练习的时候被游客当成了传说中的雪男。这个消息一下子吸引了更多游客，带动了村子的经济，所以大叔才一直假扮雪男。同伴说话的时候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不停地拿点心吃，但却并不是大叔干的。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，真正的雪男蹭吃蹭喝来了。胖虎小夫带着电视台的人来了，看到迎面而来的雪男，他们还以为是假的，冲上去就想把他的头套摘下来。真正的雪男怎么可能让他俩给自己扒一层皮呢？电视台的人都逃走了，蓝胖子和雪男商量好的这场戏也就成了。从此以后，雪男时不时就会通过任意门来做兼职，工资就用铜锣烧来支付，这样村子又能繁荣下去了。来到石麻深山看雪男的人越来越多，雪男想吃多少铜锣烧都管够。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不应该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鬼神传说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一个海王渣猫，竟然不当爸爸当起了妈妈，而他的孩子不是人类也就算了，竟然也不是只猫。大雄和静香正在澳大利亚过2人世界，可一回头就看到蓝胖子睡得正香。昨夜蓝胖子夜不归宿，跟他的一群猫女友约会去了，食睡海王无疑了。这时一只袋鼠宝宝跳到了蓝胖子身上，左嗅嗅右嗅嗅，最后看中了蓝胖子的百宝袋，把它当成了自己妈妈身上的口袋钻了进去。蓝胖子昨晚玩的得有多嗨，这都没被弄醒，直到大雄和静香来喊人了，蓝胖子才朦胧的睁开双眼。可一回到家，蓝胖子的百宝袋就动来动去，痒得蓝胖子哈哈大笑，小袋鼠也蹦了出来。可小袋鼠显然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，一声卖烤红薯的喇叭声都能把它吓回口袋里。蓝胖子用任意门把小袋鼠送回澳大利亚，可小袋鼠认准了蓝胖子的百宝袋，说啥也不肯离开。可仔细一看，周围方圆百里哪有袋鼠啊？明显这小娃娃是跟族群走散了。蓝胖子只能张开胸怀当起了袋鼠妈妈，两人还温馨的给袋鼠宝宝起名叫跳跳。可老妈明文规定加州不能养宠物，所以袋鼠一定要藏好。可这么丰盛的晚餐，有哪个可爱的小动物能扛住诱惑？大雄当起了爸爸，终于给小袋鼠喂饱了。可下一秒，小袋鼠就掏出了放大灯，一波扫射，足够大雄家吃1年的了。蓝胖子突然感到肚中一暖，于是纸尿裤袋鼠上线了。本以为睡个美容觉能缓解一天的疲惫，可没想到袋鼠冲破避暑门，直接将大雄大门糊面。第二天，大雄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学，蓝胖子被累的也快从猫变成熊猫了。这一睡就睡到了大雄放学，可袋鼠却不在口袋里了，两人赶紧下楼。我的乖乖哟！
不应该叫你袋鼠，应该改叫你二哈。老妈也在这个时候回来了，袋鼠逃得倒是快，两个小家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只见女帝老妈两眼放光，下场可想而知。静香在树中找到了小袋鼠的品种，众人决定要帮它找到家人。蓝胖子拿出袋鼠运动裤，穿上之后就可以像袋鼠一样跳跃，袋鼠的腿就像安了弹簧一样，跳起来完全不费劲儿。可听蓝胖子说，澳大利亚东西长有4000千米后，大熊立刻泄气了，但小袋鼠却嗅到了什么。众人跟着小袋鼠，终于找到了袋鼠的族群，可小袋鼠却略显害怕，刚奔向族群，就被袋鼠界中的胖虎一套陈年老脚打回了蓝胖子的口袋中。为了不再被驱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跳跳变强。于是，小镇中最强的男人成了袋鼠的陪练，可胖虎是人畜皆怕，小袋鼠直接被吓跑。但这么可爱的小袋鼠也是有梦想的，于是，在一次次激拳中，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日子。袋鼠界中的胖虎再次前来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只见两只袋鼠扭打在一起，可短手的跳跳很吃亏，败下了第一局。但跳跳并未放弃，可眼见陈年老脚再次袭来，蓝胖子用大脸挡住了伤害，直接被踢飞40米。眼见自己的小妈被人打，跳跳又恢复了斗志，一拳接一拳，从空地打到蓝胖子的口袋里，又从口袋里打回空地。终于在跳跳的不懈努力下，得到了袋鼠界胖虎的认可。跳跳跟着袋鼠回到了族群中，也终于找到了分别多日的妈妈。虽然很不舍，但人总要学会成长。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，为了可以追上他们的脚步，小伙伴们也要努力哦。蓝胖子除了有小咪一个猫女友外，还有哪些猫女友呢？小伙伴们知道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说好的一人一个节日，静香的北国雪节，小夫的恰恰舞节，胖虎的摇滚音乐节，可为何到了大熊这里就变成了睡觉节呢？华丽丽的北国雪季只存在于宣传册上，这让静香很是失落。因为老爸加班，说好的家庭旅行只能吹了。看到媳妇儿伤心的表情，大熊已经开始头疼，要怎么办了？快到家时，他突然瞧见一个奇怪的气球，再仔细一看，整条街都在举办铜锣烧祭典，人们吃的、穿的、玩的全都是铜锣烧，都快整出花来了。就连爸妈都在摆摊卖特大铜锣烧。大熊的认知遭到了冲击，铜锣烧祭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接下来就有请蓝胖子揭开谜底。原来他是受了番茄节、奔牛节的启发，用祭典气球创造出来的节日。为了演示给大熊看，蓝胖子在卡片上写下来奔猫节。取消了铜锣烧祭之后，启动了机器，新的气球发射出来，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全身都系上了逗猫棒。蓝胖子一声令下，无数喵星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人们冲来，大家纷纷为了逃离喵星人的魔爪开始奔跑，连一向讨厌猫的老妈都成了猫奴，只有大熊2条小腿跑不过4条腿的猫被踩得神志不清。奔猫节终于结束了，大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都累得不行。大熊要来祭典气球，把静香交到了空地上，然后把写着北国雪季的卡片放进机器里，一道足以闪瞎24K 钛合金狗眼的光芒闪过，空地完完全全变成了冰雪的世界。静香高兴的恨不得立刻嫁给大熊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小伙伴们也加入了游玩大军，大家先是一个个坐上了雪做的滑梯，到了出口后又不约而同的 cos 起了千手观音。可惜有大熊这个搅屎棍在，最后成了多米诺骨牌。住在隔壁的神城先生被吵得头都大了，可看到自家的城堡，瞬间就没烦恼了。在学霸的提议下，大家开始做雪雕。小夫做的头像一看就是美颜过头了，胖虎给自己捏的胸肌起码有 D cup， 小夫吐槽像个大猩猩。结果自不必说，学霸制作的比萨斜塔简直就是一股清流，静香则是可爱系的小兔子，蓝胖子那必须得是铜锣烧了。作为主角的大熊当然要压轴了。可是这坨疑似老爸秘制小汉堡的东西，真的和蓝胖子有1毛钱的关系吗？静香的心愿终于完成了，大熊打算趁热打铁举办更多节日，还没想好就被小夫抢走了卡片。接着大家都穿上了骚里骚气的伴舞服，跟着小夫一起跳起了慢波舞，这就是所谓的小夫慢波舞节。胖虎也忍不住了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大家换上了应援服，出现在舞台上的赫然是摇滚打扮的胖虎。大家想逃离胖虎摇滚节，却被胖虎的音波攻击震出内伤，爬都爬不动了。蓝胖子只好死马当活马医，把卡片全扔了出去，让大家去换节日。一个又一个的气球升起，除了学习节、点心节外，还有舞蹈节、乐器节等等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大熊负责继续捣乱，他在卡片上写下了大熊记，满怀期待的等待着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节日到来。没想到空地上居然躺满了枕着0分试卷睡午觉的大熊。
所谓的大熊记，让大熊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平时有多丢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模仿大熊模仿的最像呢？